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，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？千年一遇的才子苏轼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。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在苏轼年近半百之际，一桩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掀起了他前世的神秘面纱，可以让我们对苏轼有一份更深层的了解。苏轼被贬黄州4年之后，调往汝州，途经均州，正好弟弟苏辙在此任职，兄弟俩恨不得马上见面。苏辙平时常去拜访元安和尚何聪禅师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自己与2位禅师出城迎接一名叫武戒的禅师。第二天，3个人发现竟然都做了同样的梦。苏辙感叹，真是奇事。话音未落，苏东坡的信到了，说他即将到达。3人兴奋地前往城外20里的建山寺迎接。见面说起这个梦，苏轼回忆道，我8、9岁的时候曾梦见自己是个和尚，在陕西陕北一带云游。母亲怀我的时候也梦到一位和尚借宿，还瞎了一只眼睛。云安和尚惊呼，武戒禅师正是陕西人，晚年在这一带云游，也瞎了一只眼，已经圆寂50年了。而苏轼当时正好49岁。自此，苏轼开始专注于修习佛法，常穿僧袍，即使上朝也穿在官服里面。他后来在《南华寺》一诗中写道，我本修行人，3世积精炼，中间一念师，受持100年前，道出了他前世的佛缘。在轮回转世中一直在佛门修行，只可惜一念之差犯了色戒，所以今生在红尘中受苦，消解罪业。不久，宋神宗驾崩，宋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。要说这高太后啊，那可是苏轼的铁杆粉丝。这下好了，苏轼的春天来了。在太后的支持下，他的官职一路飙升，1年半内就从一个犯官变成了3品大员，离宰相只有1步之遥了。高太后反对王安石的变法，因此旧党重掌权力，司马光赴任宰相，新法被废。苏轼虽然觉得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，但他认为其中有些部分还是值得保留的。结果呢，这种中肯的态度却把2边都得罪了，旧党不容，新党不爱。他只能说，哎，我太难了，于是再度请求外放，调任杭州。这是苏轼第2次在杭州任职了，和第1次的悠闲自在相比啊，这一次可是摊上大事了。杭州旱灾、瘟疫和饥荒同时爆发，百姓是苦不堪言。苏轼二话不说，集中了公款，还捐出了自己的50两黄金，设立了慈善医院，免费为百姓治病，又减价出售长平米、熬粥煮药派发，派医生巡诊。不久，杭州的疫情就得到了控制，很多人都因此捡回了一条性命。苏轼还是个厉害的水利工程师，他修建水库，疏浚西湖，解决了百姓的用水问题，也留下了今天诗情画意的苏堤和美丽的西湖。1年半后，苏轼被召回京，不久又遭到了排挤，被调到颍州，然后是扬州、定州。由于党争不断加剧，他的仕途也跟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。但是在太后的庇护下，情况还不算太糟。1094年，高太后去世，哲宗亲政，与太后的政见相反，旧党失势，新党重新掌权。
苏轼早年结交的损友新党的大臣张敦当上了宰相，他趁机报复，疯狂地清洗旧党大臣，心狠手辣。张敦也不放过苏轼，将当年乌台诗案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又翻了出来，重新扣在了苏轼的头上。苏轼被贬到了遥远的岭南惠州。惠州当时是有名的瘴疠之地，环境恶劣，瘴气弥漫，被贬到这儿那可是极重的惩罚。他长途跋涉，踏上了这片瘴气缭绕的土地，思绪不禁回到从前的一幕。苏轼有个朋友叫王巩，当年因为乌台诗案被牵连，贬到岭南荒僻之地滨州，他的歌妓柔奴毅然随行。几年以后，王巩回京，朋友们重聚在酒桌上。苏轼惊讶地发现，王巩在岭南那瘴气窟里待了5年，竟然容光焕发，谈笑风生，一点儿也没变。而柔奴看起来反而更年轻了，笑容里仿佛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。苏轼忍不住问道：岭南的地方应该不好吧？柔奴微微一笑，回答说：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苏轼听后深受感动，当场写了一首《定风波》送给柔奴：长羡人间卓玉郎，天应奇鱼点苏娘。尽道清歌传皓齿，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颜愈少，微笑笑是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。苏轼来到岭南，只有红颜知己王昭云在身边，成为他相依为命的陪伴。他很快就适应了环境。有道是此心安处便是吾乡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难不倒吃货。他研发了烤羊鸡骨，还大方地分享自己的独家秘方，写信向弟弟苏辙吹嘘，这味道跟吃海鲜一样美味呀。又写诗惠州一绝，言道：罗浮山下40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见苏轼这么逍遥，张敦等人心里不痛快，想方设法把苏轼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去。可叹的是，苏轼来惠州时还有朝云陪伴，离开的时候34岁的王昭云已经病逝。62岁，在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，东坡先生被流放到了海南儋州。当时那里是彻底的蛮荒之地，流放到那里仅比满门抄斩好一点点。苏辙也被贬雷州，两个人相遇滕州。苏轼交代后事，觉得这趟是有去无回了，死了就埋在那里了。就这样，他乘一叶扁舟到了天涯海角。海南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，总之啥也没有。在每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，估计苏轼都无比想念他的东坡肘子、东坡肉、东坡鱼，他的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。有一天，苏轼望着茫茫大海，孤独漂泊之感涌上心头，悲从中来，凄然自问，何时才能离开这座孤岛啊？然而转念之间，他的思想就跳出了自己的身体，跳出了脚下的岛屿，甚至跳出了地球。他仿佛站在9天之上，俯瞰地球。嘿，原来天地九州，华夏大地不都是泡在海水里吗？这么说，每个人不都住在岛上吗？既然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好伤心的呢？他仿佛看见一盆水被泼在地上，漂浮起一片草叶，
上面正好有只蚂蚁，以为自己突然掉进了汪洋大海，惊慌失措。不久水干了，蚂蚁径直爬了出去，见到同伴哇哇大哭道：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。想到这里，苏轼忍不住笑了，感慨道：只要你视野高远，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。凭借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的性格，苏轼逐渐适应了儋州的生活，还找到了不少的乐趣。早上他无忧无虑地在晨风中舒爽地洗脸梳头，感觉再也没有束缚。午后悠闲地在窗下小睡，晚上舒适地泡脚，小日子又美滋滋起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又发现了一种人间美味，忍不住给儿子苏过发消息：海南生蚝太好吃了，可千万别告诉朝廷里那群人，怕他们来抢。因为苏轼的到来，蛮荒之地也开始了文化的传播。他在儋州办起了学堂，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姜唐佐。他为此题诗：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河破天荒。此外，他带领乡民挖井，提供干净的水源，减少了疾病，这就是东坡井的由来。3年以后，宋哲宗驾崩，徽宗即位，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垂帘听政，形势又向着有利于旧党的方向发展。苏轼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离开儋州，当地百姓送行时，携酒带菜，依依不舍。渡海归来的那个夜晚，小船在海面轻轻摇晃，繁星点缀着夜空，海水明亮澄清。东坡先生一时文思泉涌，脱口吟道：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中风也解情。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卢叟乘浮逸，粗石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自由奇绝冠平生。当时的海南岛是最凶险偏远的地方，苏轼却说是最奇绝的地方，可见他在这过得还挺开心。如此乐观的心态，还有什么困难可以把他打倒呢？尽管已经决心归隐，但苏轼要出将入相的消息却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全国。有人欣喜，有人愁，还有一个人被吓得不轻，他就是张敦的儿子张元。他生怕苏轼回到朝廷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毕竟他爹当年可是把苏轼往死里整啊，所以他硬着头皮给苏轼写信，为已被贬到雷州的张敦求情。然而他多虑了，苏轼已身染重病，却还是硬撑着给张元回信道：我和丞相已认识40多年，尽管有过分歧，但友谊并没有增加或减少，过去无法改变，我们还是展望未来吧。他还寄去了自己的著作《续养生论》和一些养生药方，希望张敦安享晚年。就这样，他用宽容大度的胸怀一笔勾销了往日的恩怨。据说张家一直珍藏着这封回信。苏轼途经常州时因病去世，享年65岁。苏轼才华横溢，却历经坎坷。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，他说：问如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他丝毫没有提及那些人生中的高光时刻，反而把在3个流放之地的生活视为毕生的功业。这不禁让人想问，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？回想儿时，苏轼问母亲：我也想要做范滂这样的人，您同意吗？直到人生终点，历经坎坷，
哪怕不合时宜，他却初心不改，始终坚守着心中的正义和理想。在给挚友李长的信中，苏东坡曾透露心中最深处的声音：我们虽然又老又穷，但道理灌心肝，忠义填骨髓。遇到利国利民的事情，就忘了自己，全力以赴，剩下的交给老天爷就好。苏辙这样评价他：看到别人做好事，他会极力的称赞；看到不好的人和事，他会毫不留情的批评。他总是勇敢的做正义的事，不顾可能带来的麻烦。虽然因为这样屡遭困境，但他却从不后悔。苏轼这个千古才子，不怕老，不怕穷，生死之间谈笑风生，面对恶人云淡风轻，身处逆境却心怀天下。只要有机会为国为民，他就会忘我投入，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的一生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他的活着也不仅仅是活着，他活出了一个中华文人的风骨，活出了一个不断升华的人生境界。因此他的灵魂才能穿越千年，透过文字直到今天，依然带给我们启迪和温暖。中华传统文化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自有其深刻，古代先贤的视野是超越尘世的，他们把人的一生一世看作整个生命长河中的一点一滴。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历练、悟道、修行，在于在顺境中求索，逆境中升华，纯净内心，提升境界，以进入宇宙中更高的维度，使生命永恒而美好。当苏东坡乘风归去的时候，天上的宫阙里等待他的会是寒冷吗？不，那里一定是温暖如春的。您说是吗？好，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